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那如果问呢，中美关税战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有多大？除了大量出口企业关停、失业人数大幅增加等等，就连中国民间的情绪也是变得异常的低落。网友们在网络上讨论怎么吃树皮的话题。视频中，网民详细分享吃树皮的方法，要把树皮晒干、碾粉、过筛、蒸食，这样才能够下咽。吃树皮是指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，由于中共的红色集权造成的3年大饥荒，估计造成3000万甚至更多的中国人的死亡。那个时候呢，连树皮都没得吃。网友借此来讽刺当前人民所面临的生活困境。4月11号，自由亚洲电台一篇题为《中美航线货运骤停，中国出口商陷入困局，民间情绪低落》的报道中说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145%的关税政策生效以后，引发中国对美出口链条的剧烈震荡。据财新网报道表示，4月10号，大量中美航线的货轮以及货运航班被取消，出口商纷纷暂停发货。中国许多港口出口繁忙的景象在短短几天之内便戛然而止。就在几天前，这些码头仍然装卸繁忙，力争在新关税政策实施前完成装运，许多都没有能赶上最后一班船期的集装箱，目前堆积在港口中，不少货主正在办理退关手续。我们来看看一位公司老板发的视频，他的公司有10几个货柜没有来得及出口，全部积压在港口。我今天来到前海的这个堆场啊，来看这个滞留的这些货柜啊，你看，完了，我们公司也有10条柜质押在这里了啊。那看到没有？这些柜都是我们公司的，这1、2、4、6条柜都是我们公司的啊。大家看看我们现在质押的这些产品，你看，哎，这贸易搞的，这些都是出口欧洲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就全部停滞在这儿了。对，全部停滞在这里了。今天来这里主要是处理这个滞留在港口的一个仓储费用，因为我们这些产品啊不运出去的话，放在这里也是要交仓储费的。看看这码头上的集装箱堆积如山，一个车子也没有。贸易战下对你的行业有没有影响？再来看看做外贸的老板在困境之下无奈而忧虑的心声。加关税，我们普通人以后失业是不是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常态了？昨天晚上，老公弟弟打电话给我们说他们的工厂已经放假了，因为关税，厂里的订单全部取消，工厂里200-300个员工直接按下了暂停键。他还说这几年大环境影响就没有挣到什么钱，今年工厂订单多，想着好好上班，好好挣钱呢，没想到昨天还在加班呢，今天就直接全部放假了。关税一加，肯定普通人会面临着大批量的失业，还有物价的飞涨。关税大战，外贸尾货有多惨？这边随便一件衣服能卖到100块钱。你瞧现在，成吨的卖，平均这么一件几毛钱，这都没人来收。这里是嘉兴2万平的外贸仓库，受关税影响，出口的东西成尾货了。像这张小泉的刀具，成吨卖，一个平均几毛钱。出口的洞洞鞋几毛钱，现在正在分拣。这各式各样的衣服，成堆的都没来得及分拣呢。怎么卖？按吨卖，合到一件也就几毛钱。现在出口美国的手办也是卖不出去了，还有4万多个。这个在美国就卖到好几十亿，在这儿几毛。这些袜子、毛毯、睡衣都没分拣，成吨的，就是没人来收啊。4个人正在分拣，就这些东西，这分拣到猴年马月。出口转内销其实挺难的。4月15号，彭博社的报道指出，贸易战升级使中国发展前景黯淡，就业市场疲软。据高盛的预估，如果美中经济全面脱钩，中国对美出口骤降将导致2000万人口失业。这还不包括目前已经失业的，以及2025年即将毕业的1222万大学生。这个人数呢，比2024年增长了43万人。报道还提到，巴黎 Concube Technical 追踪2000多家中国公司的招聘信息，显示过去2月职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0%。长江商学院民调表示，3月企业招聘计划指数跌至半年来的最低点。
那么目前中国人失业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？我们再来看看一个餐馆监控视频下拍下的视频。一个年轻小伙子脚步蹒跚地走进来找工作，老板说不要，他失望之下却不愿意离开。最后他说只工作不要工资，只给饭吃就行了。请问你这里还需要人吗？不用。这个我啥活不能干的，就这个安排，我都能干好了。不用，你干好了。那个我可以在这里帮2天忙吗？这2天我只要有饭吃就行，不用上工资的。2天后我就离开。有饭吃就可以了。对，这2天我只要有饭吃就行了，别的什么都不要了。你哪里啊？湖南的。干嘛要做到这个地步呢？没办法，找不到工作，我就想来这里帮2天忙，能吃一点饭。吃了饭之后，我就有力气去找别的工作。没吃饭吗？没有，我已经有1天半没吃了。包括饭可以吃的。我给你先做吃。不用，在外面等着。那是的。还有位叫做777的博主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在视频中哭诉。他今年25岁了，却还是一事无成。他感叹找工作好难，生活更难。我今年已经25了，可是我现在一事无成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城市。那天去参加一个大型的招聘会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招聘会上看到年轻人，好多的年轻人。我在填有一些单位的报名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国外的很好的大学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是19年毕的业。还有另外一个是211学校的，就是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，我能够看出我以后的生活就是不停的换岗位，不停的换工作，不停的换单位。因为在 IT 行业做高管的女性，失业后也找不到工作了。只因为这位博主已经43岁了。在中国，35岁就是一个魔咒，很多企业都写明了不要35岁以上的人。失业半年时间了，找不到工作。今年43岁，在 IT 行业深耕了20年高管，但是因为年纪去年的时候被优化了，不配在那个位置上，所以被离开了。现在在找工作，发现你的简历因为这个年纪呢，没有人好好看，因为你的年纪是门槛，他们不看的。招聘的软件上给我推送的一些岗位呢，像卖保险啊、滴滴的代驾员啊，就这种岗位，我觉得对我很不公平。所以我们这个年纪招谁惹谁了？就是我们不配活着吗？我们不配活着吗？你们都是怎么活下去的？那还有来自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博主成都金融老杨在问，你们知道成都今年有多少人失业吗？他感叹，如果你今天还有一份工作，千万不要辞职，因为中国老百姓人人对未来都没有信心。兄弟们，你们知道成都今年有多少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吗？那些待业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？不怕告诉你们成都现在的现状，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，但是你出去转一转，现在成都多少店铺都是空着转让啊，都没有人打电话问。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像我们之前经常去的建设路、小吃街那一带，我靠，一整排很多都是写着空铺转让，那么好的地段都是闲着的，没人租。现在很多小公司陆陆续续都倒闭了，大公司也在降薪裁员。现在最饱和的也就属于快递员跟外卖员了吧，他们现在也是狼多肉少，大部分下岗以后他们都会选择去
做外卖员、快递员、网约车这一类的工作，做一个过渡哦。这位博主表示，成都现在成了典型的高消费、低收入的城市，一份普通的工资根本就养不起一家人，男女老少几乎都在外面打工，家庭靠一个人养活早就已经是不现实了。公司裁员好厉害，有工作的也不好过，一份工资要干2、3个人的活儿，压力大到想辞职，但又不敢，因为不知道辞了以后还能不能够找到更好的，只能硬着头皮干，活活把自己逼成工具人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